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aylab， 我是 Grace。在这里呢，我帮助大家改变思维，扩展意识，创造你想要创造的梦想生活，成为那个你自己知道自己可以成为的更好的自己。之前出了一系列的 Neville Goddard 的影片，大家的反馈也比较好，然后问题也比较多。那我今天这里就决定呢，我会把 Neville Goddard 在市面上所有出版的书籍都以影片的方式呈现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大家对于如何运用潜意识啦 Neville Goddard 一些理论呢，有一个更系统的认知，能够更好的让这一些原则啊潜意识服务于自己的生活。Neville Goddard 呢是非常提倡大家运用自己的想象力、自己的潜意识去改变自己的生活。那他认为呢，通过主动的去创建场景，就能够起到一个引导你潜意识的作用，从而去改变你的思维、情绪、行动，从而让你的生活朝一个你想要它发展的方向去发展，能够达到你想达到的目标，实现你想实现的梦想。那关于 Neville Goddard 的理论，主要核心理论、意识原则、假设原则，我在之前的一些影片中都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，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。还不了解的朋友呢，就动动小手回去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。那这一期我要介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在影片中提到过，如果大家对于潜意识的运用有什么疑惑问题，都可以留言给我。那有一位朋友就留了一个我认为非常有价值、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，他就说 Neville Goddard 说想象很重要，对吧？那我不会想象，想不明白怎么办？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个朋友有这样的问题，可能呢很多朋友在初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那这期影片呢，我就想来提几点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疑惑。关于想象呢，你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？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呢，可能觉得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画面。很多人都会害怕说，如果我想象不出来非常具象的画面，或者是非常逼真的画面，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事情就做的想象就没有完成的很好。但是 Neville Goddard 在他的书 Feeling the Secret 中就曾经非常直接的提出，其实想象最关键的因素呢，不是画面，而是感觉。那为什么是感觉呢？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呢去看一部电影，如果这个电影的题材你非常的不感兴趣，无论它的画面是多么的美轮美奂，你都无法带入这个场景中，因为你不感兴趣啊，你就无法产生感觉。之所以没有感觉了呢，你就会觉得那这个电影它是假的，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。而如果呢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在看一部你非常感兴趣的爱情片，是不是这里面的配角一旦干了坏事，你就义愤填膺，然后男主角一告白，你就跟着女主角一样，内心还觉得还蛮甜蜜的。这就是因为你的感觉让你带入了这一部情景，让你感觉到了、感受到了它的真实性。这其实呢，和我们的主动想象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不能够产生强烈的感觉，那你与你的想象之间始终是分离的。只有当你对你想象的场景产生了强烈的感觉，你才能够带入这个场景，你和你想象的场景才能够合二为一。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打动你自己的潜意识，让你的潜意识接受你自己的暗示。而一旦你的潜意识接受了你的暗示，接受了你的指令，它就会在无形中影响你的行为、你的选择，从而让你在现实中慢慢的接近你构筑的场景，让你在现实中慢慢的实现你自己的目标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从来不会吸引到你想要的，你必须通过感觉，首先去成为你想成为的，而与之匹配的其他才会随之而来。这句话呢，值得大家按下暂停，再听2遍。
我想说到这里呢，也释放了一些对于画面的构筑、画面的想象不太擅长朋友的压力。其实你不需要想的特别具体，你不需要特别会想。比如说你的梦想是构筑一个自己的小花园，你不需要说里面有几朵花、什么颜色、几棵树都想得特别的清晰。可能你如果想象不出来这个花长什么样，你就会非常着急。我觉得这都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呢，你的想象只是去代表你的梦想，它是一个象征，它是为了促使你产生感觉。当未来你的花园真的建筑起来以后，你的花园真的实现了的时候，它可能和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真的不需要去拘泥于具体的细节，一定要想的有多么仔细，多么的鲜活。如果你太拘泥于这些细节的话，反而会延长你想象的时间。而当你的想象的时间非常冗长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利于你长期的坚持下来。我真的是觉得你可以只选择1到2个场景来代表你想要实现的这个事情，随之观想就可以了。一开始呢，画面不清晰或者是模糊都没有问题。随着你越来越多的练习，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呢会越来越清晰，你想象起来也会越来越容易。虽然想象力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但是这和读书写字一样，你越去用它，越去训练它，它就会变得越加敏锐，越来越容易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例子，我就想说，真的是儿童，当你抱着这种童心去想象的时候呢，这个事情反而会比较容易的实现。就是因为如果你在想象的时候呢，特别的焦虑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个场景，哎，看不到，自己就焦虑了、沮丧了，这就完全的违背了你去想象的初衷。你想象为什么要想象？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产生这种美好的感觉，从而去影响你的潜意识。结果呢，你没有产生美好的感觉，还产生了这种沮丧啊、懊恼的感觉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我想举的例子呢，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上小学的时候吧，我特别想要一个自行车，一个红色的，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卖的。我当时特别想让我妈妈买给我，但是我妈妈不同意，我妈妈就说：“哎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骑自行车，就不给我买。”所以呢，我每天晚上啊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潜意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我每天晚上就是入睡之前呢，我就会去想象，哎，我妈给我买了这个自行车，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呢，去我弟弟的学校门口去嘚瑟，就是炫耀嘛，给别的小朋友炫耀，哎，我有新的自行车了。我每天晚上呢，都会去想象这个场景。然后过了几个月呢，我妈还是没有给我买这个自行车。但是神奇的事情呢，就是我叔叔给他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因为我很想要一个新的自行车嘛。然后我一看他买了一个新的自行车，哇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就去欣赏他这个自行车，我就很喜欢呀。然后我一个小学生就拿着一块布，就帮他擦这个新的自行车，擦来擦去。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行为感动了他，还是觉得怎么样。然后我叔叔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很想要一个自行车啊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对呀。”我叔叔说：“那我给你买一个吧。”然后我叔叔就给我买了我想要的那个自行车。对于想象啊，我觉得关于个人的 image， 就是你个人的形象等一些方面的想象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。就像我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嘛，我就长痘痘长得很厉害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也知道，哎，我要去想象我的皮肤好啊什么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你处在那种状态的时候，你就是无法想象你自己皮肤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而且有时候你可能是有时候是这样想了，但是你偶尔路过一个镜子，你看见镜子中你自己的痘痘，你会觉得啊，这种无法言喻的焦虑，是不是？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视觉去想象，那我呢就去想象，我听见了我的一个亲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哇，你现在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好？因为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嘛。那我看不见，我还不能听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关于这一段经历呢，我在之前的一个影片中我已经提到过。那我具体是怎么克服这个痘痘，我就不再说一遍了。我想提到这里呢，我就是想跟大家建议，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一个画面感很强的人，你就可以呢去选择去听到你想要的结果。那下面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觉得你既不擅长去看画面，也不擅长去听到声音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感受。就 Neville Goddard 他的书里之前也提到过一个艺术家嘛，这个艺术家就是说，
当你也看不见也听不见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想象这种感觉。 Isn't it wonderful？ 这样不棒吗？这样不好吗？奇迹发生在我身上不好吗？你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难题都解决了，你搬到了你想要搬到的城市，你找到了合适的伴侣，你的事业达到了你所期望的高度，这一切难道不美妙吗？去找到你的愿望已经实现的这种感觉。那说到最后呢，可能还有朋友会说，那我既看不到也听不到，我甚至感觉不到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如果你遇到了这个问题，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你想要的它可能不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，只不过你是觉得你想要，但其实呢，你的内心对它没有真正的渴望。因为如果你是从内心由内而发，真正的是渴望想实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对这件事情充满兴趣，充满热情。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就会去观察、欣赏、听见、看见与这个事情有联系的一切。那当你想象的时候，你的看见、你的听见、你的感觉都是油然而生的，并不需要你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。而当你觉得你对于一件事情的观想是那么的困难，你既也看不到、听不到，你也感觉不到的话，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这是不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要不要换一个事情去实现、去追求？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小解答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自己的疑惑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，或者就是想单纯的分享自己的经历，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给大家。好啦，希望大家都心想事成 ，Take care， 我们下期见。